如果老鼠去观测双缝实验，会影响光子的干涉吗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。因为人有意识，所以在观测双缝实验的时候，会影响光子自身的行为。但是老鼠有意识吗？老鼠的观测会影响光子的变化吗？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神奇问题。要想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诡异的双缝实验。让光子通过一块带有2条缝隙的屏障，如果没有观测光子通过哪条缝隙，光子在屏幕上最终形成的图案是干涉条纹，表明光子像波一样穿过了2条缝隙，同时干涉了自己。但是如果安装了观测器，探测光子到底通过了哪条缝隙，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。探测屏上的干涉条纹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分布集中的斑点，这表明光子像经典粒子一样只通过了某一条缝隙。为什么不观测的时候光子像是波，观测的时候光子就像一个一个的粒子呢？难道说光子有意识，它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观测它呢？现代科学是这样解释的：光子同时存在于多种状态中，具有不确定性，称为量子叠加态。在不观测的时候，光子通过了左缝或通过右缝，这2种可能性是共存的。但是一旦光子被观测了，叠加态就坍缩了，在数学上称为波函数坍缩，光子就变成了一种确定的状态。如果观测者不是人，而是老鼠的话，会影响粒子的干涉吗？同样会啊，因为在量子力学中，波函数坍缩的关键并不是观测者是不是人类，或者说是否有意识，而是是否存在着测量行为，也就是量子是否与外界发生了信息的交换。这太诡异了，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？科学家认为，有可能我们这个世界最底层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物质，而是信息。不论量子处在什么样的状态，它携带的都是信息。一旦量子开始被观测，比如说双缝实验里人类观测光子的路径，这个信息就会被确认。当信息被确认时，量子就必须确定为一种固定的状态。为什么量子世界会有这种现象呢？科学界目前还没有答案，但是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答案了。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揭晓这个秘密。总结一下，如果老鼠去观测双缝实验，也会影响光子的干涉。这个结论告诉我们，信息大概率是比物质和能量更基本的东西。信息可能是宇宙的底层机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从双缝实验中观测到，信息可以改变物质的能量和状态。